Hello， 影视别格儿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禹兮，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新剧《韵色过浓》和传闻中的陈芊芊。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影视圈资讯，欢迎关注影视别格儿问，我在这里等你。我只要是小笼包啊、生煎包啊、面条啊，我里面都会想要加点醋，包括火锅调料。没有想到吧？少洗头，多梳头，用那种木质的梳子频繁梳头皮。我想做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美术馆的保安。首先希望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这个《韵色过浓》里边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咱们国际崇光医院的第一把刀，主任医师兼教授的口嫌体正直的周时运周医生。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周时运的话，高冷，可爱，醋王。这个角色的话，跟您本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相似的，我也挺爱吃醋的，我也是个醋王。我只要是小笼包啊、生煎包啊、面条啊，我里面都会想要加点醋，包括火锅调料。没有想到吧？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戏的话，是哪一场？如果是我对于周时运来说，应该是他跟大哥第一场的那个下象棋那场戏，因为我是从那场戏的台词和内容之后，我慢慢的开始跟周时运有了共情吧，然后我就慢慢的开始跟他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不敢说完全成为他吧，但是我觉得更加靠近他了。跟女主搭戏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张老师他是一个整个戏的感觉和他的表演风格都非常流畅和顺畅的一个演员，都让我觉得他真的算是实力派的女演员了。他的台词量会比我的都大很多，因为他的人物的人设其实不太一样，但是他在现场打磕巴的次数很少，流畅度和出人物的那个速度非常快的。这是他这个专业方面的一个感受哈。对他这个人的话印象会怎么样？很平易近人，而且非常的好交流，和包括对戏啊，或者是前期咱们讨论的时候都非常的合作非常愉快，我觉得。那他是属于比较可爱型的，还是说比较调皮活泼那样的？其实我跟她接触下来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和平易近人和调皮的小女孩。在戏中的话，女主角会经常叫你周宝贝这个爱称。周宝贝睡了没？周宝贝，又个周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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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地方你常来吗？周宝贝，周宝贝。那您会不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感觉？不好意思很正常吧，因为周医生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他也很不好意思。所以其实这个情绪是饰演周时运来说非常有利的。但是同时，周时运又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人。对，他也不想让别人完完全全看透他的这份害羞。那哪场戏的话，NG次数是最多的呀？其实都还蛮，因为大家配合的蛮默契的，包括整个团队运作也挺快的，而且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咱们其实挺高效的。如果说真的要有 NG 次数特别多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的身材可能比较单薄，然后可能在这个上面导演会更加想要心思的去呈现和帮我避掉一些弊端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他可能会帮我找角度和光位会比较久一点。就是有一场脱了手术服的那件衣服的那个时候，包括还有点时间我可能用来做俯卧撑。因为昨天禹兮说那个在拍亲热戏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哆哆嗦嗦。刚开始的时候是会，一上来就要开始演亲热戏的时候会有点儿。哦，还有一场是咱们那时候在草地上，躲避妹妹，希望妹妹不要打扰我们聚会那次。就是我拿着风筝在草地上疯狂的跑，我当时其实想的是，我先把风筝放起来，我放起来之后，然后大家就是可以放，就是可以拍，我把风筝线交给了妹妹，然后妹妹就是又没有办法放下风筝来找我们，她就被拴在那儿了。但是因为可能时间真的太赶了，然后我还没把风筝飞起来，我一转头的时候，他们包括摄影师哥哥，然后妹妹还有北北3个人从我这狂奔的时候，想说完了，我风筝还没放起来呢，开始了就。之后的话，您和赵露思主演的《传闻中的陈芊芊》马上就要上线了，那能否介绍一下在这部剧里面是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会跟周医生的反差有点大，他是一个腹黑的狼犬系男友，他身患心疾，天生的病，然后他要去别的城市搞破坏，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
那如果是这个周时运和之后的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一个是更贴近您自己的？其实像周医生和韩少竹，他们在我完成之后，我自我感觉吧，他们都留了一部分性格在我身上。就可能在饰演他们之前我不具备的，在我饰演完之后，他们留了一部分礼物给我吧，性格中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挺感谢他们的。如果平时没有通告的话，一般都会想做些什么呢？没有通告的时候，我就待在家吧。其实我有个习惯，就是前一天会把第二天可能需要做的事儿给列出来，然后我可能就醒了之后就按照我的清单上的工作一项项做。疫情期间的话，有没有长胖啊，或者是自己做饭？就我可能有些时候吃的好一点的时候就可能胖了点，然后有些时候没心思吃的时候可能就瘦了点。其实我对于吃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有些时候就可能吃的忙的时候就吃的简单一点，忙的时候可能就吃的简单一点，然后不忙的时候，比如说有空的时候，我就可能做的精细一点。但我最精细的程度大概也就到煎一个肉排，然后做一个肉末茄子煲之类的，就多的就没有了。然后可能在那个蒸米饭的时候，上面放一根腊肠，就是这种，我真的对吃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会忽胖忽瘦。那你平时的话，对这个体重其实管理的还是用到管理这个词儿，我都觉得我高攀了。我实话说，就是我真的没有太管理体重这个事儿，因为我还希望自己胖一点。我有些时候吃的不好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瘦，会显得人比较没有精神什么的。那你不是易胖体质是吗？不算是，但我胖的时候也挺惨的。最胖的时候，反正先胖脸。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海棠们说的呢？这个月真的辛苦大家了，你们做的物料我也有看，然后我有偷偷的在看你们帮我做的每一件事儿，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能否透露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工作方向啊是什么样？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就是，回答你的下一个问题。那未来的话，还有哪些作品会和大家见面呢？最近在播的那个《清平乐》，我的搜视应该快上线了吧，对吧？快上线了。然后，还有一个校园题材的，然后我在里面演一个叫赛赫。那看来这个下半年的话也会大屏了。别讲这种话，别讲这种话哈，别讲这种话。然后下面的话是这个快问快答。好，多快。开始。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当演员特别开心？像观众们跟我反馈说，他其实看完我饰演的角色之后，能带来一些思考、反思，或者联系到自身的时候，我觉得说，哦，那我在做有意义的事儿。拍戏的时候有被导演骂吗？我合作过的几个导演几乎都是性格还算挺好，然后很会保护我们演员。有问题的时候，尽量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你探讨，他会私下跟你讨论，然后帮助你更好。因为我还挺感谢他们几位导演的。接下来的话，还有哪些角色想尝试的？其实我挺想演民国戏的，收到我的那个讯息了吧？好嘞。那如果不做演员的话，最想从事什么职业？就我回答过很多遍了，我想做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美术馆的保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最长时间和最大程度的贴近和观看那些物件，而且也可以听到很多来的有学识的人的一些谈吐交流，就潜移默化之间能变成一个非常内敛但是非常有学识的人。那您心中最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就跟我没有通告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差不多，就完成一下我清单上的工作，然后我再有收获一些成长，不管是身高还是体重还是思想上的成长。最近一次心跳加速在什么时候？前面跑下楼的时候，我好紧张，我怕自己迟到。最喜欢自己长发造型还是短发造型？说实话嘛，我其实挺喜欢自己的长发造型，但是因为我会看大家给我的留言和评论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质疑自己的审美。虽然说我审美真的一般，就有些时候大家会说，其实你短发更好看，你把长发剪了吧，我真的不理解你为什么留长发的时候我会动摇。那今后会尝试一下就是不一样的发型吗？我其实有偷偷买过，就在我长发的时候，其实我有偷偷买过短的假发。一觉醒来如果发现自己变成女生了，会第一反应是什么？
立马打给我的经纪人，然后跟他说，现在我也可以接女性角色，立马帮我改简历。对广大的秃头少女们有什么防秃的建议吗？少洗头，多梳头，用那种木质的梳子频繁梳头皮，其实会帮助你的头发的韧性。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是错的话，你也不许怪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手机屏保吗？可以啊。我的手机屏保，它是，哎呦，它是一段字，但是我不知道按了。哎，那这样时间就被暴露喽。我就念一下吧，因为我不确定能对得上。他是说，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在我毕业后快1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早上，哎，对不起，突然有一天早上，给我发的微信，其实隔了很久了。他表述的是我曾经问过他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当时告诉我他没有答案，他说现在他其实可能想明白一点，所以就是记得我当时问过这个问题，所以告诉我。他说的是很久以前你问过我一个问题，具体忘了，大致是在坚持的过程中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怎么又黑屏了？当时我没有回复，是因为我也没有答案。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的坚持，因为它逆流而上，很容易被洪流淹没。但正是因为其中一次次的失败、放弃和迷茫，才更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坚持，所以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我觉得当下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很意外，是因为其实我都不太记得我什么时候问过他说，老师，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但是他其实我老师一直记得，然后还在自己有了答案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进行一次拍摄，然后我当时在化妆，我看到那个的时候，就是其实眼眶已经红，但是我强忍着泪水，我就跟他说谢谢老师，但是其实心中挺复杂的。然后我强行把自己的眼泪逼回去，因为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妆变花。但那条东西是让我当下的真实情绪波动挺大和感受挺深的，所以我把它截下来作为屏保，因为我每次打开手机的时候都能记得这个事儿和能对它有新的认知和加深自己的印象。我挺谢谢我那位老师。那么非常感谢非常我看这边非常爱积累自己的叫丁禹兮先生。丁禹兮先生。小哥哥，丁禹兮小哥哥，今天可以接受我们也是别说话的采访，然后谢谢，谢谢，拜拜。